元朗，元朗，真的是他！如何来迟？我已等了半个时辰。郎君勿恼，我飞越秦岭江淮时还好，但途经洞庭湖时，突然起了大雾，便迷了路，竟飞向了华亭，后又折返回来，所以才耽误了些时辰。你可曾想我？好你个严俊宪，果然是你！还是先说说孟不疑吧。我们重修旧好，他难道没有觉察？他觉察什么？他每日攻谢业值，我们这里朝阳似火，他那儿还黢黑一片。严俊宪！孟令史，今晚又是您夜值啊，用不用小老儿去给您买点可口的吃食啊？那倒是不用了，我从家里带了吃的了。哦，令史家娘子真是贤惠呀。那是，听说令史先前所著的《神都怪谈》都卖到书铺里去了，而且很畅销，赚了不少钱吧？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哪儿赚什么钱了？那都是谣言，别听。令史请放心，您在公谢利用夜值时间偷偷写书这件事，老朽是不会说出去的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那我也没耽误正事。是啊，就算白天有事也写，又怎样？只要没耽误正事，嘿嘿，老朽觉得就无妨。对了，老朽有个蛇妖的故事，令史要不要听听？要是写在你这志怪笔记中，这一定有人喜欢。什么妖啊？蛇。下雹子了。哎，这一觉睡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你是贼，白头贼。我是少白头，但不是贼。不是贼，不是贼，为何在我家里？我这是个寄居狼。什么狼？寄居狼，就是趁人不在家，潜入其宅中过活，有时白日潜入，有时晚上潜入。哦，但绝不偷盗，且会在主人回家之前就离开。只是今日你回来早了，所以才撞到。你还知我几时回家？当然，我们寄居狼可是会把主人回宅的时间算好。你丈夫姓孟，这个月每晚都在公谢夜值，而娘子你，每日傍晚酉正时分出门，亥初时分回家。啊，只是今日才虚正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真不是贼，不信你搜我身上，绝无你家东西。报上名来。我家阿将。其实长安有很多我这种人。什么人？私闯民宅就是贼，我报官抓你！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，但就是别报官，牢里可没别人家舒服。你好像真的不是贼，若是贼，我说了报官，你必心生歹念。是啊，虽不是贼，但也犯了罪。今日新任司法参军刚来青龙坊，专门听了我弹琵琶。我若向他去报案，他必重重的罚你。
娘子开恩啊！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，我给你磕头。不报官也可以，但你得为我做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我不能做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很为难，但你也是有好处的。伸出手来。银挺，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你叫我杀谁？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订金带了吗？当然。听说老猫在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上很有手段，你帮我查个女人，我怀疑她行为不端。你家娘子在外边有相好的了？当然不是我家娘子，是我一个相好的。我现在怀疑她有了别的相好的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有啊，她现在总不搭理我。昨天不是下冰雹吗？我怕她被砸着，特地给她送伞去，她也不让我和她亲热，还说什么家里有郎君呀。可之前她早已向我表达了爱意，却至今不让我得手。这定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拿她自家的郎君做幌子呢。我心里不服气呀，我对她可是掏心掏肺的爱呀，她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呢？那你是想……我现在就知道他那个新相好的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想知道这些，有何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啊！我要知道究竟是谁从我手里抢走了美人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复杂。我懂你的意思。你查清楚之后，我再加你2块银挺。不过，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啊。哎，我做事如果没有口碑，那你还会通过掮客找到我？那倒也是啊。行了，说吧，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要。好名字啊！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就在那个青石巷最里头那家。何人发现的尸体？啊，是我。我是青龙坊的方正，大伙儿都叫我光叔。今日午时，我来找孟令使要衣服。要衣服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天子开辟朝堂新气象，卢参军您不也是推行新政，入方理案吗？故而我呀突发奇想，在青龙坊推行一项新举措，让大伙儿把平日里不穿的衣服都捐出来，救济穷苦人。可这孟令使及时抠门，一直不捐。今日我特地来催他，我在院子里嚷了几嗓子，没人答应。又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怕是遭了贼，我就进来了。可结果，孟令使叫什么？孟不疑。此人可是孟不疑？哦，不是，他叫张三，是本坊卖羊汤的，早些年也曾发达过，可是啊，后来又落魄了。其实他就是个无赖，且为人极狡诈，往往做了恶事，不让公谢拿到把柄，总是逍遥法外。总之啊，非良善。可此人怎么会死在孟不疑家里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闻孟令使最近都在公谢夜值，可发现尸首都好久了，却一直也不见孟家娘子红药的踪影啊。红药，就是入坊理案时弹琵琶那个女子。
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梗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看看这个，孟律师，怎么了？孟律师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，不要！孟律师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这，国手，我家红药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。哎，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使每日夜值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4初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宫线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，鬼市所受扬州6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啊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售啊？孟令使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啊，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，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孟令使不认识此人？就是方中卖羊汤的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卖羊汤的？我就想知道我家娘子在哪儿。他会不会回娘家了？不可能，他都不是长安人，他也没什么娘家人。孟令使和娘子是如何认识的？他在骷髅弹琵琶，我俩认识的。后来我考上进士，又进了宫线，就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俩就成亲了。孟令使经常夜值，写志怪笔记费了不少脑子，不会被白了头发吧？我这头发好着呢，你看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那你娘子红药呢？我前几日到青龙坊见过她，不过没有看清楚。她就更不可能了，她那么年轻，那一头秀发，乌黑柔顺啊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例行勘察时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谁的白发竟会掉在我家床榻之上？谁说孟家死人死的非得是孟令使和红药？没准进贼了呢。出来了，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你认识孟家娘子？我不认识，只是纯粹的好奇。无可奉告。刚才有个年轻人，却是满头白发，可有印象？记得，还多嘴来着。
找到他，带回宫廨。明白。谁啊？头发确实是我的，我在孟家睡了半个月，首饰没收拾干净，竟然落下了头发，真是给我们寄居郎丢脸。还寄居郎？给自己起一个如此雅致的名字，就有别于贼吗？如果看到自己中意的东西，恐怕就会顺手牵羊吧。绝对不会偷，否则岂不是玷污了我们这行的名声？罗参军啊，这长安真有所谓的寄居郎，多数是无家无业者，也有少数有家有业的，出于怪癖，愿意潜入别人家过活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还是您懂，您不会也是？我问你，最后一次去孟宅住是何时？3年前，当天下雹子，洪耀回来的早，我就被他堵在屋子里。你是谁？你是贼，白头贼！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过张三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本官何时说过死者是张三？阿江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说，我全说。银挺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关。你让我杀谁？坊内卖羊汤的张三。洪耀叫你杀张三？是啊，可现在张三死了，我可就说不清楚了。阿江，你若没杀人，卢参军是不会冤枉你的，但你要把你知道的、看见的都说出来，不能隐瞒。是。我问你，拿了洪耀的银挺，你可对张三下手？我没杀过人，我也不会呀。我这犹豫了3天，才找了一把杀猪刀。可是我一见到张三我就怕，我不敢直接杀他。我就想着先旁敲侧击，套出张三到底得罪了洪耀什么。吃好慢走啊！好嘞。哎，三哥，我来帮忙了。你小子最近又在谁家睡舒服了？没有，是最近没地方睡，也没东西吃。三哥，你这去不去帮忙呢？是，三哥，三哥是你叫的吗？你得叫三爷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带刀啊？你长本事了，不做寄居郎，改当刺客了。没有带刀干什么？你当刺客肯定有人给你定金呢，让我看看给了多少。银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啊，三爷！您还不知道我吗？钱哪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我不敢告诉张三，是洪耀让我杀他，就只好说是去洪耀家寄居时借的。借的？我们寄居郎个别情况下也会偷东西，但我们不叫偷，叫借，意思是他日若发达，再以寄居形式悄悄还回去。但据我所知，也没人还回去，因为也没人发达过。那银子呢？被他抢走了呀！他居然直接抢我银子，这太羞辱人了。那一刻我真想杀他，可都被他抢走了，我就只好悄悄跟着他。结果发现，他去了洪耀家。他肯定是去偷银子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当时就想，
打我是打不过他，但是我可以偷袭他。我想等他出来的时候，趁其不备，一石头把他砸死，然后他偷出来的银子，我就可以据为己有，再找红药拿剩下的一块银挺，这样我阿健就发财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做寄居郎了。可结果，还没等到张三出来，却见什么？却见孟令史回来了。孟不疑，你认得他？当然，我们做寄居郎的，对主家的身份总得摸清楚。昨夜孟不疑回过家？是啊，回来过，但挺奇怪的。怎么个奇怪法？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听到敲门声。再后来没过多久，孟不疑又出来了，他怀里还抱着一卷纸，也是翻墙而出。不是，是从门里出来的。再后来，还有更诡异的。大按说，我不该跟你们讲的，毕竟红药是第一个给我银挺的人。你若隐瞒，我不敢隐瞒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对不起红药了。等一等，你说孟不疑走时没有把自家门关好，留了一条小缝，红药也没出来关门。没有，我当时就犹豫了。张三那狗东西，难道不是去行窃的？莫非他是红药的相好？哎呀，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张三那人品还真不如我呢。哎，扯远了。说你见到的。哦，对，眼见为实。过了大约1炷香的功夫。他倒在地上，身上可有伤？没有。你在窗外看得可清楚？我虽少白头，但眼神却好着呢。他身上真没有伤。大胆阿将，为了夺回红药给你的银挺，便冲进屋中，用剪刀杀了张三。不是，还想抵赖？是不是想试试我雍州府的大刑？哎呦，小郎君，我看着你比我还小。你这脾气咋这么急呢？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如你所说，我是动过这样的念头，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进屋。你可知这里是雍州府西厅？你在这里信口开河，罪同杀人越货。我不敢隐瞒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用我寄居郎的名义起誓。你寄居郎的名义分文不值。若本官在查案过程中发现你有所隐瞒或蓄意编造，
罪加一等。押下去。是。老贾，在。快去请喜君小姐到青龙坊，按方正和邻居的描述，给红药画像。是。那孟令史昨晚回过家，却刻意隐瞒，必有蹊跷。卢参军，该如何？问苏明。请教苏先生。这孟不疑确有嫌疑，但不宜打草惊蛇。这样，你暗中盯着她。这个女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哦，今日在孟宅，你是这么问我的？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是啊，当时就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孟家娘子。我可没说这画上的是孟家娘子红药。罗参军，他不老实啊。这好办，交给我。哎呦，不劳女侠动手，我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。是，我是认识红药，但是她不是我杀的。虽说我找人在探查她新的相好的，但我并无歹意啊。再说，我怎么舍得她死啊？你找何人探查的红药？老猫，一个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的高手。老猫？可知其真实姓名？那肯定不知道啊！找他们这样的人做事儿，规矩我懂，不能问真实姓名的。规矩？这都是什么人定的规矩？有些规矩害死人。这样，趁着喜君在，叫他画出老猫这个人，还有虎神通的雇主。你是暗探总监，你说这两个人要怎么查？这两个人，等一等，一休，卢凌风，钱正和虎神通所描述的看似大相径庭，但实则却极为相似。不对吧？这两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，神态也不同，而且我觉得差着10几岁呢。在不同的心境下，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神态。但为人画像最核心的是眉宇间的结构。我虽然不敢完全确定，但有种预感，钱正和虎神通所见的是同一个人。我怀疑，这个胡须是伪装的。一妹，那能否去掉伪装？我正有此意，我试试再画一张。甚好，有劳喜君了。需要多久？1炷香的时间即可，但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画。一休，卢凌风。喜君，你见过孟令史？令史？孟不疑，你许久没来我这药园喝茶了，可是有事？卖羊汤的张三竟横死在我家中，你说他是不是和红药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红药不会是背着我和那张三？他就是个无赖呀！哎呀，红药要找个相好的，那是不是也该挑一挑啊？你这么怀疑红药不好吧？哎呀，是，这不该当着你的面说呀。毕竟你和他当初那才是郎才女貌，双宿双飞啊。
你看你这酸溜溜的。哎，你当初为什么？哎，什么为什么？就是你当初得到任命后，连夜就走了，你为何不带走红药？那时年轻，担心沉迷于色，影响仕途。现在倒是有些后悔。想来当年，红药一定很伤心吧？你后悔了，难怪你进京任职后，这红药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俩不会是背着我破镜重圆了吧？孟不疑，我看你不是来喝茶的，你是怀疑我来套我话的吧？那倒不是，只是红药突然失踪了，我就想知道，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？我怎么会窝藏别人家的娘子？更何况你我是同窗，你拿我严君羡当什么人了？好好好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是我不好。你何止是不好，你简直就是有病！是，我有病，我就是入睡困难，我吃了你的草药，我好多了。哎呀，孟不疑啊，孟不疑，难怪红药觉得嫁给你委屈。他怎么说的？怪你骗他，你那令史只能算是个吏，根本不是个官，你为何不跟红药说清楚？那他怎么知道的？只能包得住火吗？你就是固执。中进士以后，等待吏部全选考试，谁不给主考官送礼啊？就显得你清高了。结果人主考官说，你申言书判中的言一项不符合言辞明辨的要求，就给个吏治对付你。是，不过还有机会。陛下登基后，整顿吏部了。你也太幼稚了吧！你现在的路径，要么攀附一个大官，最好直接攀附公主给你推荐；要么你就去参加相应的考试，但这一回一定要给主考官送礼，才能由吏转为官。不然，你就当一辈子吏，永远别指望红药看得起你。红药真不在你这儿？不在。孟令史所言不虚，这1个月都是他夜值。这3天，我就一直在给他讲蛇妖的故事。这故事中啊，有一条青蛇，一条白蛇，还有一条紫蛇。我这故事可好听了，孟令史夸，说我令他收获不少。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。哎，不用讲的那么具体，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我会慢慢看。哎，老人家啊。您上了岁数，还能陪孟令史通宵夜值，中间没打盹儿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精神头好得很。夜值怎么可能打瞌睡啊？我倒是好奇了，3条蛇的故事能讲上3夜？哎呀，姑娘，我这故事好听得很。来，我给你讲讲。哎，改日吧，公务在身。就讲蛇妖的故事，没干点别的？哦，对了，孟令史还开了一坛好酒给老朽喝呢。你不会是酒喝多了睡着了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论酒量，长安城内无敌手。神器是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谁知道？哎呀，严城啊，对这个仆人真是太好喽，吃喝都和自己一样，也不见指使他干活，养得跟个大爷似的，成天就在那里晒太阳、嚼薄荷叶。我还看到过严城亲自给明史洗薄荷叶呢。我要有这样的主人，我也愿意当仆人。谁说不是？红药，红药，红药！
主人，红药失踪，是您所为。真离不开那个女人啊！你忘了7年前是我不让你跟她天天腻在一起，按着你的脑袋临阵苦读才考中了进士，否则现在还是岭南山里的一坨牛屎。就算我娶了红药，也不会影响我是您的仕途之路。闭嘴！想什么女人？你现在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天麻，这是当今天子最大的喜好，而你已经足够幸运了，一个8品官，准你穿飞袍，被视同5品，比你上头的太医令还要高。这些都是我运筹帷幄的结果。你不对我感激涕零，还来质问我？主人，求您了，红药不会耽误我仕途的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争取当上太常寺卿。那怎么行？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给我染指宰相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没资格考取功名的药材商人，就可以做长安的幕后之王了。好，您当幕后之王，可您告诉我红药在哪儿？一定是孟母一来，您怕露馅儿，让他换地方住了吧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忘了红药，好好当你的官儿，别枉费了我的良苦用心。密使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严君信也是有脾气的。还敢对我使脾气？还严君宪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本名？水姬。干什么呢？连长，这次敢对您不恭，我们替您教训他。打他，使劲打！好了，别打了。别仗着自己是家奴，就敢对我们严城无礼！哼！身为仆人，忘了本分，随时教训你！哼！你们去忙吧。擦了擦了。连长，走走。主人，我刚才无法阻止，否则他们……你给我住嘴！主人息怒，最近总想起在岭南的日子。您叫我读书，准备考取功名之前，虽只是您的家奴，但那个时候，真是无忧无虑。你以为我喜欢这傲慢的北方？连新鲜荔枝都吃不到。要不，我们回去吧，像西晋的张翰那样，秋风起，便有纯炉之思。你可以啊，还知道纯炉之思？接下来你想说？让我允许你娶红药为妻，然后生孩子，尽享天伦之乐，你想得美！可雍州府已有人去过户部，老书吏可以作证，说你通宵夜直，并未离开过。他昨晚一直缠着我，跟我说蛇妖的故事，那简直是胡编乱造，乏味至极。我不想听，就给他开了一坛酒。那老书吏不胜酒力，喝了2碗，就倒下了，一睡就是2、3个时辰。我就趁这个时候回了趟家。因为我写的志怪笔记需要大量的纸张，用户部的不太合适。自从这严君宪回京夫人后，我和红药就不和睦了，所以我一直怀疑他。我进院后，看见屋里亮着蜡，我就上前使劲敲门，我就想吓他们一下。红药，开门！谁呀？我，快开门！来了来了！
今晚不是夜值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你看什么？你回来捉奸的吗？我问你，我先问你吧，你告诉我你在户部任职，但是令史就是个小打杂的而已，光在户部就有5、60个，不但职位卑下，且不入官品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至于令史位上7年，但凡以我为念，你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你把我休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把我休了。休了你，你好和严君县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我虽未当面揭穿，但你严君县，你当时就藏于我家中。你说，你到底藏哪儿了？莫不疑，你说你娘子与他人有私，可有证据？有啊，我当时一进屋，我就看见一双褐色的靴子就藏在床下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就这双。卢参军，莫不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我暂时没有了。严城，该你了。既然有人画了我的像，等一下，卢参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对他尊称严城，对我直呼其名，你俩啥意思？官官相护啊！哦，在下乃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虽穿不上遣妃官服，但也不至于巴结他。毕竟，卢某曾为前右金吾卫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。但是你说的有道理。卢某刚才有口误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堂之上皆直呼其名。严君县，莫不疑怀疑你昨夜在他家中，你怎么说？你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既然画了我的像，那就有人看见我出入孟宅了。再说，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好你个严君县，你趁我夜知，私毁我娘子，我整死你！毁了红药又如何？它本来就是我的。公堂之上，大考在即，我跟几个同窗为了放松紧绷的精神，约着同去平康坊喝酒。我们是同一天见到红药，但红药根本就没正眼看过他，什么气宇轩昂、玉树临风之类的词，自然跟他没有关系了。来到长安赶考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，他没钱更格外小气，你说谁看得上你？如此说来，红药与你在7年前，才子佳人，形影不离，故而当时颇为同窗们羡慕，自然也被他嫉妒了。你始乱终弃，你对不起红药。我是没带走红药，那是因为吏部全选考试前，我给主考官送了家乡特产。后来知道这事儿很正常，但当时是觉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有危险影响仕途，所以任命一下来连夜就走了，没能把红药当成家眷一般带走，我也是有几分遗憾的。主要是当时年少，不懂得珍惜。孟不疑，红药又是怎么嫁给你的呢？
好你个孟不疑，你就是乘人之危，才博得了洪耀的芳心。严君羡，洪耀险些为你轻生，你这么说，不合适吧？没过多久，我就得到了户部的差事，抱着一丝希望去找洪耀。我就想，哪怕被拒绝，那也没什么。此生，若是不能吐露心声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。没想到洪耀答应了，便将终生托。哎呀，阿飞，快过来看，这是蛇鳞。蛇鳞。那张三应是先被蛇绕了脖梗之后，才被剪刀捅刺，还是紫色的。恩师狄公传我验尸之术时，曾专门教我辨别天下毛羽、裸鳞介等各种动物。不过，到底有没有紫色的蛇，我这一时还真有点含糊。洪耀出身琵琶女，久在歌楼，那性子朗然，爱热闹；而我则是个漠然之人，故他嫁我没2年，我们就开始拌嘴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写志怪杂书之类的，神神鬼鬼的，更是少了人间情趣，所以我俩之间的磕绊就更深了。洪耀是幽州人，他来到长安后，直接进了平康坊。对京师其实很陌生，他曾叫我带他逛逛长安，但我怕花钱，就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脱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不该。哼，你太不该了。有一阵子，我俩一吵架，他就去坊间的小广场给跳舞的人们弹琵琶伴奏，时间长了变成了习惯。对此，我很是担心。虽然跳舞的以女子居多，但围观的多是男子啊，所以我经常梦到他，故而心神不宁，都睡不着觉。哼，你是因为怀疑洪耀才睡眠不好，早知道我才不给你开什么方子。哎，知道事情原委，禁止互相诋毁。那我怀疑的有错吗？他回到长安后，经常假借拜访同窗之名来我家，那就是为了洪耀。洪耀能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是因为你一直隐瞒官与吏的区别，以致洪耀非常生气。回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回你的怀抱啊！我说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只是打个比方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直到昨夜我去他家，也是因为洪耀求我，让我为他这个不争气的男人想想门路，帮他从吏变成官。谁信啊？就你说的这，你有必要脱鞋上床吗？你是我跟洪耀互诉衷肠，情不能已。我是脱了靴子，上了床。洪耀，我们离开长安吧，远走高飞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你不做官了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这孟不疑不是叶直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哎，快，进，快！原来你就躲在床底下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救出来。进门的不是你，啊？是青龙坊卖羊汤的张三。我是听洪耀叫他张三来着。当时我在床底下，发现自己的靴子没藏好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没想到？还遇了别的相好啊？张三，你个丑来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我做什么呀？你再过来，我喊人了！你喊呀！我可有年头没听你喊了。想当年我张三有钱的时候，也包过你这平康坊的花魁呀。我已嫁作人妇，不再是从前。你若还不走，我报官抓你！报官抓我？啊？你别以为我想占你便宜。说正事，银子在哪儿？
男人就是互不效力，哪有什么银子啊？你知道我不好糊弄，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想是我掐死你！你男人不是在攻陷叶直吗？我是花4日的，男人自然不放心，每晚定时回来看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可！我男人是户部令史，你若杀了他，你一身头也不保，就没法再逍遥法外了。我躲起来。不可！这里。进去。别多嘴，否则我把你们俩都宰了。之后进来的才是你。待孟不疑走后，我就听见那柜子里叮叮当当的响，还有张三一直在低声嚎叫着，非常恐怖，以致我也很害怕。叶老，快出来！先。严郡县他招供了，就是他把红药拐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家娘子藏哪儿了？你还我娘子！孟不疑，我没拐走红药。昨夜他送我到青龙坊的小广场，让我先走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红药？没有，我严郡县可是朝廷正官，这么丢人的事儿我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初步推断啊。有一条紫色的蛇，在那个衣柜里袭击了张三，缠其脖颈，致其失去意识，并跌出衣柜。故张三所持利刃上面没有血迹，只是掉在了自己身旁。义兄神了，正与严郡县的供词对上了。我是听红药叫他张三来着。根据严郡县所述，张三在柜中仿佛正是与一条蛇搏斗啊。只是紫色的蛇，我平生闻所未闻呐。但这志怪上写了，有岛，名曰东夷，虽悬于海外，但历代岛主都自称是舜帝之后。岛上特产奇石怪树，上面还有很多种动物。岛上的人多断发纹身，精通诡异之术。开唐之初，武德年间，东夷岛主跋涉数月来到长安，却觉得没有受到鸿胪寺的礼遇，就怀恨在心，将所带之特产全都倒进了曲江。这里面就有极为珍贵的药材1品子。药材与蛇何关？就是蛇胆。这1品子既是药材的名字，又是蛇的名字。之所以价值连城，是因为此蛇胆必须活取，能解毒去疮，自不必说。最关键的是，据说它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。所以他们倒进曲江的都是活蛇啊？对呀。传说此蛇寿命极长，每条都能活到60岁以上。更奇的是，此蛇一到60岁，它的信子就会由红变紫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活取蛇胆才最为珍贵。我想起来了，绝不是传说，我的老恩师就曾经用过1品子，让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起死回生啊！等一等，我记得严君县还说，来到长安赶考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。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再去一趟孟宅，我要确定这张三之死和这个1品子有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但这个孟不疑极难对付，即便张三真的是被蛇勒死的，他也不会承认与自己有关。毕竟青龙坊靠近曲江，他会说是蛇自己爬到他家中的。对呀，
既然真有这一品子，那长安最贵的药店肯定有线索。毕竟，这些药店的老板都是最有钱的人，像这种能起死回生的药材，再贵都有人要啊。哎，还有，延君县本就是太医城，也许一品子出自太医署。去高一点。这是蛇林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林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他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飞，救我！此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左明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祖明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1、2、3，不会呀，3下必行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梗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这晚上吃多了，走吧，也没什么好赚的。主人，是你吗？主人，红药，是你吗？
你藏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红药！莫不疑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严君贤，你拐走了红药，你还不承认？红药现在何处？你快把她还给我！你可真无聊！你刚才还在喊她的名字，你就算红药来过又怎样？她走了，自己走的。你把她交出来，不然我打你！你疯了吧你！你私入药园，这可是给天子种天麻的地方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连小吏都做不成。你还我红药！还我红药！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身边那个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还找不到红药，万一他把红药害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招惹那女子的结果，把她背到天麻地里埋了，那里有个挖好的现成的坑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水鸡，是要将我为你谋划的前程毁于一旦吗？快点！你终于来了。我来是告诉你，离燕郡县远点儿。7年前，就是你拆散我和阎郎的吧？那时我常躲在角落里，你居然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主人，该读书了。我已准备好了。大考将近，不该温习吗？难道您忘了在岭南许下的宏愿？我该走了。我不叫严君宪接近你，是怕他沉迷女色，考不中进士。有错吗？做了官，便抛下了我，不辞而别，也是你的主意。是。又怎样？你个仆人，为什么要管你家主人的事儿？与你何干？其实，最让我奇怪的是，你家主人为什么要听你一个仆人的话呀？这你不要问，对你不好。如何不好？性命之余。如果非要问，把手拿开！我来本就是要赶你走的，不然就杀掉你。杀呀！愿意死在你手上。你原来虽然在暗处，却也一直在看着我。我和严君宪貌似情投意合，可谁知道，我心中其实另有他人。你走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会耽误严君宪的仕途。别提他，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心中之人是谁吗？我与你第一次相见时，
刻骨铭心。觉得你这女子太过美艳，会误了严君仙。那时，我只觉得你这个人太过木讷，根本猜不透人心。我不年轻了，情爱之事属于才子佳人，与我无关。你说谎竟如此坦然，你一定是经历过大风大雨之人。才子佳人不过是哄骗小孩子罢了。我嫁给孟不疑这些年，同床异梦，心里想的都是你。我猜你的过往一定惊天动地，对吗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7年前我们初相遇之际，我出门前为自己算了一卦，卦上说，那天我将遇到自己一生中的真命之人。与你四目相对之时，我便认定了那人就是你。可谁成想，怎么一天都不回来看我？你可是后悔了？后悔？后悔当年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却仍躲在角落里。当年不叫严君宪接近你，我以为是自己怕他沉溺于美色，耽误了我为其谋划的前程。可现在看来，是已经将你视为我的人。你与严君宪在那偏僻小县做官时，可有梦到过我？还真梦到过，梦到你怪我棒打鸳鸯，还要杀我。那是因为我每天都梦到你，梦一次恨一次，怨念集结，才追上了千里之外的你。红药，你让我在1日之内改变了之前所有的想法。我苦心栽培严君宪，并想利用他成为长安的幕后之王。为此，我花了很多金银，更搭上了10年光景。可现在我都可以舍弃。我要带你走。我早就不想在长安煎熬了。那我带你回岭南，那里山清水秀，我家的宅子是当地最大的、最好的。家里的别院比太医署的药园还要大许多。我若同你回去，你能让我做那宅子和别院的女主人吗？当然。我说的是女主人。我明识此生从未娶过妻，回到岭南后便明媒正娶你。你就不怕我再看上其他男人，辜负了你？我若说出自己先前的身份，恐怕你永远都不敢背叛我。
果然被我猜中了，你的过去很了不起，但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血流成河。那就更吸引人了。我愿意为你天天洗薄荷叶，让你嚼，你边嚼边跟我讲你过去的故事。要是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就算死了也值了。他怎么办？早就发现你了，你呀，永远都是只水鸡。你小心点啊！何人？孟不疑，为何2次击鼓？我知道红药的下落了，你们快去救！2个月前，在太医署药园，这些草药你也不用去外面买，待会儿让药园生帮你配好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！客气什么？咱们是同窗嘛，这点情谊还是该有的。天成，天成，不好了，那条蛇跑了。蛇？哪条蛇？就是殿中省送过来那条紫色的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怪吓人的，丢就丢了。他自己跑的，我们也没有责任。做好记录，免得日后麻烦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一听到紫色的蛇，就知道是一品紫。那药园外就是曲江，我想那蛇一定是爬出了药园。我就趁夜带着艾草去熏，费了我3、4个晚上的功夫吧，我就把它熏出来了。只是那蛇信子上是红色的，故儿还不到60岁，还不能取蛇胆。我就在想，我若要取到那极珍贵的蛇胆，还不知道要养它到什么时候。没想到前些日子，它竟然变了，变成紫色的信子了。有药铺的老板听闻，就愿意花3万钱买，就是尚未交货。是西市的康灾药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卢参军已经查到并画出了你樵夫打扮的人像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事先将蛇放到衣柜里，又有意地灌醉了老书吏，赶回家中。原意应该让一品子对付严君宪吧？是。红药曾被严君宪抛弃过，后又为其轻生，虽现已嫁我为妻，但那严君宪回到长安后，他就勾引有夫之妇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啊？那你怎么能断定那一晚严君宪会去你家？我察言观色呀。那我和红药毕竟也是7年的夫妻了，他要对我有所不忠，那我是能察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藏在柜子里的竟是张三。事已至此，你应把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我。我都说了呀。那我是哪儿露了马脚，会让你们去查那一品子？你的志怪笔记写的确实不错，不仅记载了一品子的来历，还写了其缠绕杀人的恐怖。当然，在你的笔下，一品子化为了穿紫衣的美艳妇人。原来你是看了我的志怪笔记啊！哎，多谢你喜欢我的文笔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那书中其实还写了一个极坏的仆人，就是那严君宪身边
那个叫明石的所谓的仆人，他才是大奸大恶之人呐。哦，只是不知道卢参军能不能找到红药，我怕再晚，那红药会死于明石之手啊。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你仍有隐瞒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？我也毫无保留。明良唱的真好听，可是累了，我替你赶会儿。你还会赶车？我们北地幽州人，不但会赶车，我还会骑马呢。好，那你来，你来。哎，慢点啊！看上去心情不错，一点都不留恋长安吗？将来会不会怪我，叫你做不成这幕后宰相？权力谁不喜欢啊？可惜，严君宪太不谨慎，招惹了卢凌风和苏无名这两个人。可太不好对付了，时日一长，我在背后操纵水机，怕也是要被查出来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与其心怀忐忑，冒着风险，等待那不一定能成功的未来，当然不如携家人重返故乡，当个快乐的大富商啊！只是。在今日，商人呐，确实被人从骨子里不屑。但我想，总有一天会被世人仰望。昨夜，你说你要告诉我你以前的身份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，期待至极。听说过江湖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名号吗？就是你。我本商人出身，却好刀喜剑，于是拜师学艺12年而功成。当时江湖上最大的刺客组织是血滴，我加入不到3年，便名扬天下。原来你真的是烽火燎城，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这10年间呢，死在我剑下的人不可数，但毕竟杀戮太重，我也厌烦了，便带着重金归隐故园。回到岭南后，发现家族败落，于是接下生意，5年便东山再起，富甲一方。但当个商人呢，非我之志也。我最渴望的是考取功名。我读书甚好，能过目不忘，但却在商级而科考资格审查甚严，不可能蒙混过关。所以，我别出心裁的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开始培养水机。主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替您考取功名？你虽是我的仆人，但既不是奴籍，更不是商人之后，所以从今日开始，你只管读书，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您信得过我水机？我暗中观察你，并非一日了，要心无杂念的读书，争取3年。考中进士，但你不能再叫水机了，以后你就姓严吧。我再帮你想个名字，严君宪。这水机啊，还真是个读书的料，一个放牛的，3年高中。这说明南方人，特别是我们岭南人，不比中原人差，绝对不是没有读书的天分呐。怎么没帮我多洗点薄荷叶？废物！这岭南遥遥，要走多久才能回到故园啊？你我相伴，何愁前路迢迢啊？
可这一路上，并非你我二人，岂不扫兴？莫非明郎在岭南独缺这一个做过官的水姬？不缺，家奴有的是。没把他留在长安，是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你我走得不逍遥啊。那现在，停一下。就把他留在这儿吧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的家奴。主人，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二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羡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羡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，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，不要埋我，主人！红药，替我求求情啊，红药！主人，饶了我，主人！求求你了，主人！你总盯着我干什么？我不盯着你，盯着这个将死之人啊。你好像说你是幽州人。对，北地幽州。明郎去过吗？倒是去过一次，好多年了。红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红花的红，芍药的药，
不是，是血红的红，要命的要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这眼神，我好像见过。19年前，那时我7岁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杀我？我是刺客，收钱杀人。卖凶之人必姓严。我只有那么一个仇家。当年我在高堂为官，那严贼是我的上司。那一年大河泛滥，恶殍遍野，严贼竟侵吞朝廷赈灾的钱物。我实在不忍灾民被饿死，才告了他。我只管收钱杀人，不问缘由。你不必浪费口舌了。你敢留下姓名吗？刺客不留名，但我的绰号，江湖上无人不晓，烽火燎城。江湖第一刺客，死后可做冤魂寻我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连鬼都杀。大侠，我求求你别杀我爹！红瑶，别过来，快跑！不用跑，雇主没给我杀你的钱。幽州风雪之夜的红药。那时的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。你这天下第一刺客，果真没有记住我的名字。竟是仇家。那你费尽心机跟他在一起，嫁给孟不疑，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靠近我，然后报仇。我不会武，只能如此。可你为何要现在坦白？难道是想跟他一起死吗？死的人会是你。怎么样？我的苦肉计厉害吧？我给了红药天底下最毒的毒药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先办正事儿。你平时太多疑了，我给你洗的薄荷叶，你都要自己重新再冲洗一遍。不如此，我们怎么有机会杀了你？
可知我对你？不要，快救我！想毒死我？你们俩都得陪葬！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红阳。你得死在这儿，不然你早晚会把我的事情败露出去，那将影响我的仕途，影响我的前程，影响我光宗耀祖。你要杀我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这是明石的剑，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烽火疗城的剑。你下毒害了他，他一剑杀了你，你们俩同葬此穴，岂不正好？如此邪恶，与明石有何区别？我比他更能忍。我出身卑微，若不忍，哪有今天？童瑶，你以为我恭维了你，放弃我大好的前程？其实我对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。当年我要不假装与你缠绵，他早就能够看出我的野心。那我如何还能够活到今日？如何又能等到他出钱，助我平步青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也舍不得。但是不要，没有办法。我为父守灵3年，学琵琶3年，13岁行走江湖，打听烽火疗城的消息，后得知他归属于血帝，那是一个恶名昭著的刺客组织，就隐匿在长安城。于是我便来了。为了生计，我只能进平康坊。后来打听到，烽火疗城早已退出江湖，不再做刺客。我以为此生再无报仇的机会。啊，我跟你一起。来，快去。我黑黑就喜欢这个。当时我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毕竟从刺客变成了一个仆人，所以我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找机会。为了洞察明石的底细，而接近严君宪。正是，明石这人向来谨慎，几个月下来，我都没有办法接近他。而严君宪嘴也很严，即便被灌醉了，也不会说出明石的原本身份。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的仆人或者说他的主人曾经是个刺客。后来，严君宪不辞而别，我
绝望极了。想到再无机会替父报仇，便想了结了自己。父亲，女儿没能为您报仇，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。不要！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想，也许就是神灵的启示。他们是同窗，我只要嫁给孟不疑，有朝一日，严君相回到长安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果然，7年，我终于等到他们回来。怎么不说了？继续陈述案情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后面发生的，你们不都知道了？趁孟不疑夜值，你约严君宪来到家里，想要杀了他，继而引出明石。默认了。那孟不疑当是你的同伙，因为那条能杀人的一品子，就是他藏在柜子里的。我不知道什么一品子，孟不疑更不知我所做之事。前番所述，皆为洪耀一人谋划。所以张三也在你的谋划之中。是，都有仇，就一起杀了。洪耀认罪，大仇已报，虽死无憾。何人击鼓？薛县长，去探。是。孟不疑，为何击鼓？来抓我！我是杀人凶手。击鼓者孟不疑带到。孟不疑，不到12个时辰，你已3次击响雍州府登文鼓，这次又是何缘故？我来自首。户部令史孟不疑杀恶霸张三，现前来自首。你杀了张三？对，我杀了张三。我最近常精神恍惚，也闹不清我是写志怪写的，还是因为我失眠多梦闹的。我怀疑这洪耀与那严君宪私通。那天夜值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，我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返回家中。虽捉奸未果，但我却发现了一对男靴，就藏于我家床榻之下。我当时碍于面子，并未当面揭穿。我抱着纸卷离家之后，越想越气，于是我便又返回家中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奸夫竟是卖羊汤的张三。我一怒之下抓起了剪子。我身为进士，又供职于户部，却因怨生恨杀了人，当罪加一等。可是有人看到是洪耀持剪刀行凶。谁啊？可是那个白发小贼阿将，号称寄居郎的龌龊之徒。哎呀，他的话要是都能当呈堂证供，那便是我雍州府的耻辱，我大唐的耻辱啊！伦令峰，你频频探破诡案，名声倒是大得很。怎么的？我今天来自首，你不会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我已认罪，愿伏法，当从速结案。哎呀，孟令史认罪，这是好事啊，但证据需确凿，所有的细节需严丝合缝，没有这样，
卢参军才好结案嘛。要什么证据？作案凶器，那把剪刀现在何处？我丢了。丢哪儿了？曲江之中。曲江那么大，你是在哪儿丢的？用了多大劲儿？扔了多远啊？我黑灯瞎火的，谁记得住啊？在太医署药园，一棵很高的天麻下，我亲手埋的。红药，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，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。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，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有家贫，又是小吏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。有人！对不住。是我对不住，娘子避雨啊。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就别再穿上了，别着凉。娘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红药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世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初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我，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青青的手段。杀人者红药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只是因为我没带你去游过长安城，还是因为我给的钱不够家用？你若是想要锦衣玉食，
那你为何要嫁我？红瑶并非不甘清贫，只是怕日后再无机会替青青报仇。我推测，红药已将自己的身世遭遇，以及明时就是刺客烽火疗城的事，全盘托出。在红药的推断中，严君宪亦是仇人，因为他父亲曾经说过，买凶之人必姓严。可孟令史的态度，我推断为娘子之父便是我孟不疑的丈人，血海深仇当报，但你何必搭上自己的性命？我虽下了舍命的决心，却也没有想好该如何复仇。郎君说的如此轻巧，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娘子勿恼。请听我慢慢说来。孟令史的计划是将严君宪引到自己家，以一品子杀之，然后再藏匿其尸体。那明时必定来寻，届时你二位只需躲起来，一品子就会替你们报仇。我猜的没错吧？这计划甚是周密，只可惜红药雇的那个刺客，银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儿啊，三爷！钱哪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阿将的银子引来张三敲门，而红药以为是孟不疑。在你们原先的计划中，是要把严君宪送入柜子中，可巧严君宪吐露心声，说出了自己的身世。他只是个傀儡木偶，本名水姬，并不姓严。故而，你生起了怜悯之心，将严君宪藏在床榻之下。令你没想到的是，来人并非孟不疑，而是张三。怎么是你？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我真掐死你！孟不疑之所以回来晚了，是因为老书吏一直缠着他，给他讲蛇妖的故事，这令节俭半生的你花费不少。毕竟一坛老酒也是要些钱的。之后，我的推断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叶直的吗？你看什么？你是回来捉奸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说你在户部做官，但是令史只是一个小打杂的，且光是在户部就有5、60个，职位卑下且不入品阶。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你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你但凡以我为念，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休了我吧！你说什么？休了我！我休了你，好让你跟严君宪破镜重圆。
没门儿！我说的没错吧？若你二人稍露破绽，那张三就会从柜子里出来，大开杀戒；而那严君宪则会趁机逃走，从此洪耀报仇无望。张三所经历的，昨日我也经历了一回，幸亏有费老神医在，不然无命休矣。天狼，快出来！血！快走！这位上官如何称呼？苏某非官，狄公弟子苏明是也。狄公，当年我父亲被姓严的贪官诬陷，亦是狄公拨乱反正，才让他走出大牢。如此说来，是故人之后。苏先生的推断不失精准，洪耀敬佩不已。罗参军来青龙坊里案时，我就见过，110方都在传你的美名。长安有2位的守护，是百姓之福。洪耀认罪，心服口服。洪耀，郎君无罪。那蛇养在家中已久，并非刻意而为。你要好好活着，若有来生，潘君还能娶我为妻。若有来生，我孟不义愿与娘子两小无猜，朝朝暮暮。